偷袭！去你丫的！注意看，在咱们国内的赛前发布会上，出现了让人愤怒的场景。一名黑人选手异常狂妄，竟敢在中国的地盘上对我们中国选手进行嘲讽，甚至还主动推搡。这显然是在挑战我们的底线。我们的中国小伙差点就和他大打出手，还好现场工作人员及时阻拦，不然这场比赛可能还没开始就有人要进医院了。可那小黑子竟然还做出抹脖子挑衅的举动。据了解，这小黑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嚣张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黑人选手长得就像个猴子似的，特别让人讨厌，也难怪素质这么差。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卓在赛前也和对手发生了很大的冲突，可以说两人是带着仇恨来参加这场比赛的。不过王卓没有跟对手过多纠缠，只是撂下一句狠话，不管怎样，今天一定要让这个小黑子尝尝中国重拳的厉害。要知道，王卓现在只有18岁，看上去十分青涩，但是他已经参加了20多场大大小小的比赛，并且有着将近80%的 KO 率。相信王卓今天肯定有信心狠狠教训这个嚣张的黑人选手。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，希望屏幕前面的各位朋友能长按点赞3秒，也在这里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。现在比赛正式拉开帷幕，红色方是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卓，蓝色方则是那个赛前叫嚣的黑人选手姆巴佩。姆巴佩之所以敢在赛前当面嘲讽我们中国选手，是因为他作为非洲来华踢馆次数最多的年轻选手，早在1年前就已经获得了非洲最高级别的荣誉金腰带。他认为中国功夫不堪一击，所以才会如此猖狂。但他的这种行为显然已经彻底激怒了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卓。来到我们中国的赛场上，王卓必然会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，狠狠地给对手一个教训。所以说王卓也是抓准这个机会，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，用自己重拳重击，想要在第一回合在对方身上拿到更多的便宜。其实在称重仪式上来说的话，姆巴佩还是很具有这个表现力啊，然后对这个王卓推推搡搡的。但是王卓今天对吧，咱们话不多说，擂台上见。对，其实在从体型上看，显然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卓更具优势，因而他在第一回合伊始便直接加大了出拳力度。他深知只要能将第一回合的局势掌控住，那后续对自己将会有极大的优势。黑人选手姆巴佩在看到王卓的重拳威力如此之猛后，也只能仓皇后撤。倘若选择正面硬刚，极有可能他在首回合就会完全处于被动状态，这与他赛前那股嚣张气焰形成了强烈的反应。再来一个中扫腿，变线踢，再加上后直。对方的话也是慢慢的适应了这个高强度的一个，哎呀，这有一个下劈腿的动作，很典型的散打动作啊。然后对对方的一个肩部啊下劈腿进行这个沉重打击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应声倒地的。两下进攻之后再来一个膝撞，前手摆后手直勾拳。就目前两人的表现而言，王卓一直处于主动态势，并且他的气场十分强大，毕竟是在主场作战，这的确给黑人选手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此外，两个选手之间的实力差距相当显著，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持续进行下去，相信不用多久，或许那名黑人选手就会被完全压制。对，他这个出拳的精准度和力度明显跟王卓比起来，好像还是有蛮大的差距的啊。王卓要利用好这一点儿。同时这个要当心对方的一个扫腿啊，练泰拳的扫腿都不轻。蹬腿没有任何效果啊，没有距离，打不出来。所以说王卓就是以逸待劳，控制好距离，自己很舒服的能打到对方，对方的话攻击不到自己。明显上面身高臂展的优势，打控制漂亮，击下打上，勾拳击腹，然后再来摆拳击头。最后的10秒钟，鞭腿击中对方的一个肋部位置，对方也是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回合，从上一回合的对抗情况来看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这个黑人选手赛前嘴巴那么硬，然而他的实力却与他狂妄的态度完全不成正比。从走上擂台那一刻起，就预示着今天这场比赛他必定是以被暴揍的状态结束。很显然，作为非洲拥有3块金腰带的年轻小将，他的战斗力似乎连王卓的一半都不到。王卓已经试探出了对手的底细，即便明知对方如此嚣张，他也没有急于将比赛终结，而是要让他先尝尝皮肉之苦。王卓后手冲拳，再来鞭腿，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现在就在看有没有更好。王卓在这回合加强攻势之后，在擂台上的压制力更加明显，而且在点数方面和节奏控制方面远远领先于对手。当然，姆巴佩能够拿到非洲金腰带，
也不是什么菜鸟，自然有一些自己的本事。果然他开始耍小动作，这样看来，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多次利用规则漏洞。只见王卓一脚打出，姆巴佩就直接蹲在了地上。很显然，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拖延比赛时间。不过裁判也是火眼金睛，因为王卓完全没有任何的犯规行为，所以比赛只能继续进行。才起腿的瞬间踢到内部了，裁判反正进行了一个毒疤，能不能够继续进行比赛呢？毒疤之后如果可以继续的话，比赛可以持续进行。他这边的裁判自己的一个教练团队啊，也在跟姆巴佩进行商量，是否要抛白毛巾，自己示意还是可以。后手拳还有没有低扫？王卓的打击的点位还是非常多啊，频率非常高，漂亮击斧击撞再来，这个位置对方已经有点扛不住了，可能要2次读秒了，对方的防守已经完全被打断，但是他还是很坚强，运用搂抱把这一轮的攻势给缓解下来。但是王卓会放过你吗？我感觉王卓还可以继续进攻。再来，后手直拳命中腹部，再来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此时的姆巴佩已经被揍得抬不起脑袋，两人的表现差距实在明显。相比较之下，姆巴佩更像是一个被动挨打的沙袋。估计此时连续吃到重击的他，浑身上下都十分难受。但是这场比赛之前，他把自己抬得太高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他都不会轻易投降认输，否则那就真的是丢人丢到家了，还不如直接回非洲去继续挖美。为我们的比赛增加了不同的气氛。当然，我们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给王卓加油！转身后摆腿，王卓压制到对方，贴近围笼边，顶着对方打，这个位置很好输出。对方的防守几乎等于没有，报价已经拿低了，体能已经有点顶不住了。但这回合感觉时间已经不多了呀！再来膝撞，很漂亮。现在我们来到第3回合，点数方面来看，黑人选手获胜的概率几乎为0。想要拿下这场比赛，那么他必须使出全力，直接将王卓给 KO 终结。但是在他之前的表现来看，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几乎没有。现在的他只能硬抗王卓的连续重拳。不过小编此刻并不担心王卓会被对手给 KO， 反而认为姆巴佩被直接打晕过去出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。已经打得有点慌了，下潜的后手直拳击斧，对方的迎击拳也是打过来，但是距离不够，再来前手摆拳已经开始乱了。姆巴佩，哎，漂亮，这个中段扫踢是有效果的。再来一次，还有没有继续跟进的重拳？刚才的摆拳击斧、后手直拳击斧都很有效果。哎，古井膝撞。那比赛里边的膝是只允许1次啊，不能够持续连吸。哎，再踢到，内头的。王卓又降缓了自己节奏。小黑子在这回合的最后时刻，还是选择硬抗王卓的重击。不过全程被动，也让他在这回合的表现一降再降，甚至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小黑子已经开始摆烂。这种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了的情况，对他而言，甚至都不如直接认输投降。但是对于王卓而言，在比赛已经足以完胜的情况下，打出重拳给对手的身体造成更多伤害，反而是最佳选择。毕竟在赛前，他敢对咱们中国功夫进行嘲讽，那肯定不能就这样轻松的让他结束比赛。完全不带设防啊！这个头部接腿迎接，前手刺拳，再来后手迎接，前刺后直。点位打低了，把你的报价打下去，再击打头部，打得很聪明，把你的手一直在按照我的节奏来进行调换。漂亮，砸拳砸到头部。但是姆巴佩这个抗击打能力还是真的强啊，进到这么多次的一个重击还没有倒下。姆巴佩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反击的一个动作呀，一直都是在被动挨打，下劈腿又来想跟进，但是王卓已经把距离拉开，双飞踢，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次转身后摆腿，最后的10秒钟，还有没有 KO 的可能性？冲击在对方近身的时候一个袭击的迎击，最后的几秒钟了，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节奏？哇，整场比赛打，最终比赛也是终于结束了。王卓也用实力成功的证明了自己，证明了咱们中国功夫的厉害。那么你认为他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